你能想象，一个本该是传递爱心、做善事的助学网站，竟然成为某些人的敛财工具吗？而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广西百色，一个名叫王杰的男子，2006年创办了百色助学网，因此他曾被人们称之为大山里的天使，人间阿波罗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他却打着善举的名义，做着禽兽不如的勾当，在短短9年里，不仅敛财上百万，还侵犯女孩，甚至还做着见不得光的生意。那么这个披着人皮的色魔是怎样敛财的？而他的伪善面目又是如何被拆穿的呢？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轰动一时的百色助学网事件。1980年，王杰出生在广西一户贫困家庭，家中兄妹5个，父亲早年过世，全家人靠着母亲打零工生活，日子过得捉襟见肘。由于家庭贫寒，王杰只能靠着助学款上学。好在王杰勤奋努力，懂得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。高中毕业后，考取了当地一所师专学习。毕业后，王杰被分配到当地农村小学任教。期间，他仍然不忘追求自己的梦想，通过成人考试，考上了省外一所重点美术学院。然而，昂贵的学费阻挡了他通往梦想之路。此时，他更加意识到，钱是万能的，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。思来想去，王杰想到了利用助学网谋财的点子。一是自己曾经接受过捐赠，二是他身处贫困山区，又是乡村教师，可以利用这层身份获得捐赠人的信任。于是说干就干，仅仅1个月后，王杰就以个人名义搭建起了百色助学网站。他一人身兼多职，既要负责搜集贫困学生的信息，又要与捐赠方接洽业务。也就是说，所有的捐赠款项和分发只经过他一人处理。网站开始运作不久后，就得到全国上万名爱心人士关注。不到10年时间，通过网站资助贫困学生多达4000人，捐款金额也有700多万。然而，却没有人知道上百万的捐款是否真的到达贫困儿童手里。直到一个人的出现，才彻底揭露了王杰丑恶的嘴脸。2012年，山东一名叫邱楚的志愿者偶然与朋友聊天时提到资助贫困儿童的事，于是他在网上搜索了一番，而排在搜索第1位的正是广西百色助学网。邱楚怀着好奇心打开了网站，看着整齐的排版和精美的图片，邱楚觉得这个助学网站还挺正规的。只不过网站上显示的资助信息都是女孩的，这让他觉得有些纳闷。但他转头一想，这也许是专门为贫困女孩提供的资助吧，也就没有太多想。没过几天，邱楚联系上了王杰，两人交谈甚欢。通过王杰的介绍，邱楚清楚了解当地资助的情况，对王杰产生了信任。就这样，在之后的1年里，邱楚将自己和周围热心朋友的捐赠金额都转给王杰处理。直到2013年底，一条留言讯息才引起邱楚的注意。一天，邱楚打开留言讯息，发现有一条留言是接受资助的一名女学生发的。女孩在留言中表示，感谢好心人提供的捐赠，希望今后把善款直接转给她。她不想再去王杰宿舍那里取。看到留言，邱楚心里充满了疑问，为什么女孩们拿善款要去王杰宿舍？为了搞清楚真实情况，邱楚和朋友瞒着王杰走访了百色附近接受善款的几位学生家里，才知道有的学生只拿到80%的助学金，而有的学生甚至1分钱都没有拿到。除此之外，随着邱楚的深入调查，才发现王杰侵占助学款只是恶行的冰山一角，背后还有更令人恶心的罪行。为了搞清楚王杰是怎样与捐赠方和受助方接洽的，邱楚注册了几个账号，分别用不同的身份与他交流。结果令人大跌眼镜，当邱楚以女贫困生向王杰寻求资助时，王杰露出一副好色之徒的模样，言语污秽，形象龌龊。而当邱楚以金主爸爸表示要捐赠时，王杰就会把一些女孩的照片和他侵犯女孩时的视频发给对方。看到这些，这让邱楚愤怒不已，便立刻向媒体举报。之后，当地电台记者装扮成一名成功爱心人士，找到了王杰，
而王杰以为是大客户来了，便拿出手机中的不雅视频，兴奋地说道：“50元就能陪睡，并表示寒暑假还可以上门作陪。”经过媒体深入调查后，才发现王杰的百色助学网不简单，他打着助学的名义，不仅从中敛财，还侵犯贫困女孩，甚至还做着中介服务，从中获取高额费用。很快，王杰被警方抓获，于2016年被判入狱16年。案件曝光后，网友们纷纷表示判太轻，王杰只需付出16年的代价，而那些受害女孩却要背负一生的伤害。王杰出身贫寒，懂得寒门子弟的困境，但他却为了一己私欲，利用他人的善心骗取钱财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侵犯女孩，做着见不得人的买卖，简直是禽兽不如。对于此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